5月26号，第12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在南昌召开。这次大会总结了我国北斗卫星发展成就。根据会上的报告，到2020年，我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突破4000亿元，达到预期目标。不仅如此，我国还在为120多个国家提供北斗服务。目前，北斗全球化已经趋于成熟。在去年6月份，最后一颗北斗3号导航卫星成功发射，随后北斗全球网系统正式组成。北斗导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走向国际的北斗系统也是越展越勇。根据日媒的报道，北斗卫星数量在2018年超过美国的 GPS， 成为全球第一，并且在130个国家首都上空，一天中可观测到的北斗卫星数量超过 GPS。而通过在全球进行布局，预计到2025年，北斗导航将创造1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。这也需要我们携手120多个国家进行合作。当然，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。不过，很多人都提到，北斗卫星要推广带动全球市场，必然会动美国人的大蛋糕，因为导航系统涉及到众多移动端设备的维系，而移动设备的核心便是芯片。如果说美国有意在芯片上给你卡脖子，并且让自己的芯片不支持北斗导航，又该怎么办？实际上，美国人已经出手了。根据美媒报道，近日，美国国会正在推动芯片法在内的众多半导体投资，其投入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，而一旦落实，也将对中国芯片产业造成冲击。在今年全球高性能芯片产能中，台湾地区占比达到55%，其次是韩国的20%，而美国排名第3，达到18%。按照美国的计划，到了2027年，美国的芯片占比将达到24%，而中国大陆地区由于受到制裁限制，没办法买到关键生产设备。实际上，美国砸1000亿美元在芯片上的目的也很明显，那就在中国本土芯片产业崛起之前，尽快把市场给填满，不给中国芯片的生存空间。对于还在襁褓中的中国芯片而言，这的确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，甚至比航母轰炸机还要气势汹汹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就拿北斗导航来说，提前布局相关产业的芯片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实际上，咱们也正在这么做。在2017年，我国企业就启动北斗3号卫星芯片研制工作，并且在2年后成功开发出全面支持北斗3号的高精度基带芯片天晴2代，并且投入量产。可以说，我国在应对外界的挑战时，从来都是做好充足的准备。当然，现阶段而言，要想使我国的科技产业尽快达到目标，我们还需要加快解决卡脖子问题。最近，美国修复和欧盟关系，加强日印澳军事合作，稳定俄罗斯、中东战略收缩等，都有急火向中国发起攻势的架势。其中，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比美国还积极，窜得比二战后任何时候都要高。日本在急什么？近日，欧盟和日本领导人举行线上峰会，会上双方领导人声明宣布正式建立欧盟日本绿色联盟，同时还强调对东海、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，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，还对涉疆涉港等问题进行协调。从某种程度来看，此声明不亚于宣战书，巴以冲突都没见他们这么上心，对中国事务反倒如此热心，维护世界和平是假，打压中国发展强大是真。除了欧盟，最近日本首相菅义伟更是打电话打得十分频繁，陆续和印度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接连通话，而内容几乎千篇一律，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南海、东海现状，对中国海警法表达严重关切。从现在情况来看，菅义伟还在继续找伙伴打到对话包围圈，并且已经开始舆论造势了。事实上，自今年以来，日本对华态度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。以前是暗地里对抗，并且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，但现在就差把对抗写在脑门上了。除了四处拉拢盟友、舆论造势外，前段时间日本还和法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举行夺岛作战联合演习，其居心路人皆知。而为什么日本突然如此急迫？事实上，日本是最怕我们解决台海问题的国家，比美国更甚。一旦中国成功收复，不仅第一岛链破碎，而且卡住了日本的喉咙，岛国资源匮乏，就等于卡住了海上生命线，并且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中国就此向超级大国迈进。从实质上来看，日本这个国家小国岛民危机感很强，而且又富于冒险、投机、赌国运，当年袭击珍珠港就是最好的例证。而最近日本放开了挑衅中国，似乎是嗅到不寻常的氛围，可能感觉到我们拉开了解决台海问题的大幕，可是他这么做反而会推动我们下定决心尽快解决。最近包括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新加坡等国纷纷开始表达立场来看，似乎告诉我们统一步骤已然启动，形势在逼迫我们尽快解决台海问题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八国联军历历在目，新八国联军正在形成，
美日欧勾结，欲重温当年瓜分中国之旧梦。我们也应该放弃幻想，积极备战应战。现在和120年前没有区别，他们还是那么坏。现在和120年前有区别，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。近日，解放军数十架飞豹歼击轰炸机在南海开火，几千枚弹药如大雨倾盆，一度引起外界紧张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尽管我国国防部接连针对南海局势一再表明态度，但该地区仍然在美国的带领下热成一锅粥。疫情危机至今延漫至全球，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却频繁出动防务力量闯入南海活动，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幌子，叫嚣针对中国，甚至肆无忌惮地在南海展开联合军演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加上美国马金岛号和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在内，即将有7个航母以及准航母打击群会出现在中国周边。飞豹歼击轰炸机，也就是歼轰7，是我国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歼击轰炸机，其具备航程远、载荷大的特点，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，是当前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战术攻击机的核心主力。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衅，解放军也丝毫不畏惧，如今亮出大批轰炸机在南海开火，想来外界都明白中国的用意。此次演练，有军事专家表示，武装装备技术水平固然很重要，但是人员素质的水平更为重要，加强训练才能够锤炼出一支敢拼的硬骨头军队。值得一提，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，这次演练是单一军兵种锤炼硬功夫、强化自身素质的好机会。只有各个军兵种都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，那么未来在联合作战中就能发挥各自的优势。顺着专家宋忠平的角度来看，不难看出这是解放军向外界释放的强烈信号。在当前这个状态下进行大规模的演练，在分析看来，才能更好地助于锤炼解放军打赢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军事冲突的能力。近来，西方国家不顾中方警告，强行进入中国周边海域，尤其是美国。前不久，在没有经过中国允许的情况下，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，甚至穿越台海海峡。如此狂妄的举动，不管是单纯的在挑衅中国，还是在用这种方式给西方其他国家做示范。总之，就如中国外交部所说，中国经历了20年来的跨越式发展，早已经今非昔比。中国不畏惧任何来犯的敌人，敢叫嚣就要考虑后果。无论是目前身为全球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美国，还是这支东拼西凑各有算计的新8国联军，在中国周边军演对中国来说，仅仅就是在那里烧油而已。能在南海掀起多大的浪花，几千枚弹药大雨倾盆，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在等这一天。这是反击的第一步，如果西方不停止危险举动，那么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步。